1945年8月6日早晨8点，随着一声巨响，广岛上空闪起了炫目的光芒，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广岛随即成为了一座人间地狱。爆炸如同巨龙喷火，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核突击。原子弹的爆炸给这座城市造成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88000人当即死亡，全城70%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如此巨大的爆炸威力顿时震惊了全世界。3天之后，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了另一枚代号为“胖子”的超级炸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终于屈服了。然而人们不曾想到，威力巨大的原子弹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战争，却也同时开启了一场竞争。冷战期间呢，苏联和美国的敌意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双方都在随时准备进行核大战，而且呢，核大战先发制人、抢先动手会具备很强的优势，会把对方的常规作战兵力甚至是核力量给它打掉。所以呢，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拥有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非常多，都达到了这个上万枚或者是个数万枚。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核弹拥有了如此巨大的能量，变身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可以毁天灭地呢？我们以使用铀为主要元素的核武器为例，科学家们发现，铀每一次改变自身的原子结构，都会释放出一股巨大的能量。根据爱因斯坦的算法，这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能量。谁能拥有这种能量，便拥有了随意毁灭地球的武器。而这股强大力量的反应，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核裂变。核裂变的过程啊，一次裂变引发2次裂变，再引发4次、8次、16次，在几十步之内就可以进行上百亿次裂变。作为人类研制出的威力最大的武器，在所有人看来，它的作用只限于军事。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核弹，除了相互威慑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呢？这也是美苏两国当时思考的问题。在1962年7月的时候，美国率先吃了螃蟹，在内华达州利用这个核武器。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那么是想进行水利工程方面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说呢，这是一种节约人力和成本的方式，但是呢，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的反感和严重的抗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虽然说这个工程进度加快了，但是呢，有可能会产生的辐射污染，或者说可能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针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一些辐射性的污染，针对周边环境的这个伤害，所以当地的美国民众是强烈抗议、强烈反对。相比于美国，苏联认为核弹就是一个特别好用的大号雷管，所以在冷战期间，苏联大量使用核弹进行各种民间应用。为了阻止11号井继续喷发，技术人员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初打算用一个特殊装置盖住井口，让气流分散到两边，但在井底巨大的压力下，技术人员根本无法靠近井口。于是他们决定用野战炮进行远距离封堵灭火，但同样失败。此后他们又在井口附近部署大量高压水枪，对其进行冷却，以及通过旁边更深的16号井尝试向11号井地层中灌入大量水泥来灭火等等方式，但都不能达到灭火的效果。看到远处熊熊燃烧的油气井，他们意识到必须要采用一种新型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最终呢，核能部门找上了相关部门之后提出了一个听起来令人耸人听闻的建议，就是利用核弹灭火。那么在这个天然气井当中直接投掷这个核武器，让它在地下的一定深度引发这个核爆，是一种以毒攻毒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原子弹灭火闻所未闻，从未有过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去做这样的事。面对这一疯狂的决定，苏联相关部门并没有马上采用。为了打消相关部门的疑虑，验证这个想法的可行性，苏联核能专家还进行了多次地下核爆试验。试验的结果使他们更加相信，只要核弹当量和爆炸位置计算准确，就能扑灭大火。1966年夏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在11号井附近安装专门设计的新钻机，以此来确定地下核爆的位置。技术人员开始动工，他们在11号井附近打了2口斜井，然后往其中一个注入液态泥浆，并将井筒的温度保持在预定范围内。另一口井
则放入一枚经过计算和试验、专门制造的3万吨当量的细长核弹。1966年9月30日凌晨，核弹引爆正式开始。此时11号井已经燃烧了1000多天。Осталось 10, 9, 8, 7, 6, 5, 4, 3, 2, 1, 0. Это подбросил нашу камеру. 伴随着一声震响，核弹被成功引爆，仅用了23秒。井喷火焰被完全熄灭，正如科学家计算的那样，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瞬间将井底的岩尘挤压变形，然后封堵了11号井的喷射路径，致使这个困扰苏联几年的难题被完美解决。因为这个核弹呢，它是在地下的这样的一定的深度进行引爆的。那么核爆发生之后呢，完成了这个核弹灭火之后，苏联的相关机构也是派出了这种核辐射物质的这种检测的飞机，那么也在地面部署了这样的一些探测的设备。那么检测结果显示并没有针对环境产生比较深远的、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那么这种核弹灭火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和这种方式也是震惊了世界。可以说呢，在这个民用领域使用原子弹、使用这种核爆的方式，苏联人的胆子还是非常大的。那么经过苏联的核科学家的相关计算那么要炸出这样的一个人工湖进行这种大面积的这个蓄水，是需要14万吨当量的一枚原子弹。那么和美军当时在2战期间对于日本投掷的原子弹2万吨爆炸当量相比，它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既然呢，苏联的这种核科学家拿出了这种精密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数据，而且呢，最终认为这样的一种核爆是可控的苏联的水利部门也同意了这样的一种看起来比较疯狂的方案。苏联人先在河滩上挖了一个178米深的大洞，再将核弹塞进洞里，疏散人群后引爆了核弹。巨大的冲击力将1000万立方米的土壤轰上了天。短短数秒，一个巨大的弹坑出现在人们眼前，直径有430米，大概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深约100米。可以容纳一座33层的高楼，只需要简单的施工，一个满足要求的漏斗型水库便成型了。汛期来临后，能储存640万立方米的水。不过，虽然水库是挖好了，人们却不敢用，因为爆炸产生的烟尘高达5000米，约有20%的放射性物质进入了大气层。好在科学家们选择了正确的爆芯和核弹埋身，还采取封堵等措施，有效减少了核辐射的发散程度。一昼夜后再进行检测时，水库附近土壤的辐射强度降到了每小时1毫伦。不久后，辐射强度更是降到了每小时15微伦到20微伦。据说，为了打消当地居民对水库的顾虑，苏联的核能部长还跳到蓄满水的水库里游了一圈，丝毫没有受到辐射的影响，居民们才开始放心使用这个水库里的水。而今，这个湖被人们称为原子湖，湖水依然供当地居民养殖饮用。也正是这几次另类应用，给苏联因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堆积成山的核弹找到了新的出路。于是在那段时间有了更多的想法，造运河、筑堤坝、增产石油。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对于核武器的民用化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那么也是进行了这种实际的测试。美国是启动了犁头计划，大概呢是有30次左右的这个测试。那么苏联提出的是国民经济核爆炸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进行了120多次的这种试验。有人就问了，那它毕竟是核武器，那么为什么针对周边的环境并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直接影响？那么可以说呢，当时美国和苏联的这个核科学家针对核武器它爆炸当量的掌控能力已经是非常强，针对这种核爆的所产生的这个威力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通过周密的计算已经达到了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也注意到像一些核电站它产生了这种核泄漏之后所产生的这种辐射的影响，可能要比这种核武器民用化所产生的这种辐射影响可能还要强。因为这个核电站它的这个反应堆是处于持续的工作状态，有很多的这种大量的这种核污染的物质，而且呢突然出现这个事故如果说处置不及时，针对周边土壤、地下水，甚至包括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都会产生这种空气的这样的一个污染所以呢
处理起来难度是比较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50年，几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疯狂的时代。在这50年中，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阵营展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全面竞争。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们开始将触角伸向了太空。第一，最大最快成了他们竞争的目标。1958年，美国政府秘密制定的猎户座计划，便是脱胎于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设计方案，猎户座火箭采用核脉冲推进方式，使飞船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动能，飞往太空。而这个方案简单来讲，就是在飞船后面放个原子弹，想要去哪个地方、哪个星球，把飞船对准那儿，引爆原子弹，利用核爆能量推进飞船高速飞行。再直白点儿，就是用核弹把飞船炸上天。而这个任务交给了美国的通用原子能公司，由弗里曼·戴森和泰德·泰勒主导。在冷战期间这个很多的太空项目都是非常激进的因为美国和苏联都在比拼想要在这个太空项目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果，提升自身的这个国际声望。戴森呢是一位知名的数学家，也是一名核科学家。他提出了戴森球的理论构想，而且呢，在这种核武器以及核政策的这种制定和研究方面他一直还是有所建树的。所以呢，在这种核动力推进的宇宙飞船方面那么它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呢，也有一些大胆的设想。他们设想猎户座太空船外形像颗子弹头，预计搭载40名至150名宇航员，飞船会携带大约2万颗小型的原子弹。发射升空后，太空飞船尾部每10秒爆炸一颗相当于2万吨 TNT 能量的小型原子弹。为了让飞船不被自身抛出的核弹炸毁，科学家们想出了绝妙的设计。他们首先在飞船尾部设置了一个厚重的金属推进板，圆形推进板中央有个圆孔，用于投放核弹，并且整个结构与飞船之间通过缓冲装置连接。发射核弹之后，能量会撞击飞船尾部的金属推进盘进行反弹，从而推动飞船以光速的10%高速行驶，这样能实现发动机的高比冲、高推力。按照疯狂科学家们的推算，以这种速度从太阳系飞到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只需要花费47年时间，其中还包括了抵达目标前的减速时间。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戴森的研究团队研制了一个缩比猎户座模型，使用普通炸弹作为推进剂进行了实际测试，结果令人满意。然而好景不长，1963年，美英苏3国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和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导致该计划受到严重打击。毕竟对大气的核污染是这项计划最头疼的问题，加上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开始，猎户座计划逐渐失去了经费支持，最终被迫停止。这个设想呢，可以说是异想天开，根本就不具备操作的可能性为什么这么说？即使是2万吨级 TNT 当量这样的一种核爆炸物，那么这个飞船它能不能承受住这样的一个冲击？现在来看呢，也是不好说的。包括呢，大量的这种小型的这个原子弹聚集在一起那么在飞船当中进行这种统一的、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存放，本身就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设计理念。那么这个猎户座飞船如果说真正的处于这种运转的状态，那如果说在点火升空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意外，发生了这个爆炸，那么它所携带的这样的一些核推进的这个物质在空中被引爆一定会造成巨大的核灾难。而且呢，科学家也提出了即使它飞到了大气层的这种临近的区域，或者说飞到了大气层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核爆所产生的这种放射性的物质可能也会那么针对地球的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设计理念堪称是疯狂后续无论是在设计层面还是在制造层面都是不具备这种操作性的。尽管猎户座计划最终未能成型，但作为超越了时代的产物，这个计划给更多的科学家和电影制作人提供了无限的遐想。在科幻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借鉴猎户座计划的飞船在宇宙深空中勇往直前。有人就问了，那么为什么并没有普及开利用核武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呢，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发展核武器，首要的还是军事用途，也就是说呢，要强化针对对方的核威慑以及核打击能力。它本身还是一种
武器装备，还是要进行这种直接攻击啊，那么进行这个使用。所以所谓的民用只是它的一个兼顾的这样的一个副产品。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和苏联是有相关的这个限制条约的啊，尤其是在核军控方面啊，针对这个核武器它的试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那么这个核武器它的这种民用化缺少这个试验环境，那么相关的这个方面也对它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约束。那么在考虑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或者说针对环境会有持续性的这个负面影响所以这样的一种疯狂的设想，或者说这种非常冒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那么最终呢是成为了历史的记忆。现在呢，不会有哪个国家会考虑到使用核武器去进行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那么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21世纪，这个核武器呢，还是应该把它关在笼子里，那么让它远离人类，让它远离我们日常的生活。